上一世我背靠娘家纵横后宫，不料争宠处处树敌，惨遭皇上虐待，被重敌陷害，最终误倾性命。这一世穿越归来，看我如何反虐皇上，脚踩后宫。奴婢该死，一不小心睡着了，还请娘娘恕罪。米老鼠，Vocal 弹幕害我。片刻原身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我这是穿越了，我就演了个华妃死的场景，还真给我装成了华妃。阿兰转头下床，坐到梳妆台前，在镜中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，面似桃花，肤若凝脂，一双丹凤含春眼，端庄与风情并存，妩媚与凌厉同在。这年世兰可真是个美人胚子，怪不得大胖菊喜欢。娘娘起身。宋芝的声音从寝殿内传出，端着梳洗用具的丫鬟们迈着碎步鱼贯而入。娘娘，皇后差人传话过来，让您去景仁宫一趟。不急，宋芝本宫入宫多久了？回娘娘的话，已有大半年了。大半年，也就是说现在是雍正元年秋，剧情才开始。那皇后这是找我过去是为了殿选的事，还顺带把夫子送来为了陷害，哼，真是好谋算。既然我穿越到年世兰身上，就让我好好会会他们吧。在宋芝的搀扶下，阿兰坐上轿辇，公公们抬着，不久便到了皇后宫外。落轿。阿兰在宋芝的搀扶下，从轿辇上走下来，看到门口的侍卫，嘴角一弯。周宁海，奴才在。让哥哥从外面挑个精干点的侍卫，身材相貌要好，最重要的是胆子要大，心思要野。娘娘，这可使不得啊！这有什么使不得？这大胖菊要什么样的绿帽没有？当初这孙答应的赤色鸳鸯肚都挂在狂仆的腰上了，他找个狂仆有何不可？不过还真是想看围山版的孙答应和狂仆啊！你只需照做，本宫自有打算。是，娘娘。谁能想这阿兰让年羹尧物色侍卫进宫，不过是想安插在储秀宫勾引曹琴墨，拿下他的把柄罢了。阿兰刚进殿中看到主位上的皇后，就差点憋不住笑。原来这就是臣妾做不到的创始人一搜啊！这时还让妹妹过来，打扰妹妹午睡了。皇后端庄，生得一副贤良淑德的容貌，极具亲和力。若非不是知道这皇后是送子观音，阿兰也愿意与她交朋友。臣妾哪有娘娘有福气？不知皇后召臣妾过来，有何要事？选秀快到最后一轮了，不知妹妹这边准备的如何了？皇后放心，内务府那边已经回过话，说是一切准备妥当，可总归皇上有旨，库银空虚，凡事以节俭为主。臣妾手中也自然变不出银子，可总不能不顾及皇上体面。阿兰看过账册，这年世兰为了让皇上满意，掏了自己的小金库，花了不少梯己钱，恶心了自己，成全了他人。但银钱已经花出去，阿兰也无力挽回。只是后面谁也别想让阿兰掏1两银钱。既然如此，便有劳妹妹了。本宫这里新做了些点心，正好妹妹也在，便带些回去尝个鲜吧。惠春，宫女们立刻端盘进来，跪在年世兰跟前。阿兰瞥了一眼盘中点心，小模样确实精致，可皇后却不只是送东西那样简单。原剧中华妃对皇后大不敬，皇后敢怒而不敢言，只能用牡丹卷暗示自己才是后宫主位。宋芝故意打翻盘子，也是有意不给她脸面。谁曾想皇后顺水推舟，将福子安插到华妃身边。皇后娘娘有心，妹妹却之不恭，除了那碟子牡丹卷，其他都收下吧。对了，着急出门见娘娘，身边只有宋芝，就有劳惠春将东西送到本宫宫中吧。惠春，好，嗨什么？还有事不能去？今儿我要让福子从你口中说出算我输。不会是惠春姑姑身份贵重，本宫使唤不得吧？华妃娘娘言重，奴婢不敢。那就让惠春送来吧，臣妾就先告退了。也不知这届秀女选的如何，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为皇上延绵子嗣了。就会玩这点小伎俩。娘娘不必忧心，凭她是谁，进了宫也分不了娘娘您的恩宠。若能为我所用，这后宫的恩宠便都是我的；若不能，封建王朝你死我活，莫怪我无情。娘娘说什么？去太医院，请温实初来翊坤宫来请平安脉。温太医，娘娘，咱们宫里一直都是妇科千金姜太医当差，怎么请温太医呢？请温实初，当然有本宫的道理。上一世我背靠娘家纵横后宫，不料争宠处处树敌，惨遭皇上虐待，被重敌陷害，最终误倾性命。这一世穿越归来，看我如何反虐皇上，脚踩后宫。娘娘并无大碍，仅是时气所致的食欲不振，微臣稍后为娘娘开一张调养的方子即可。行，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有事实初哥哥，没事温太医。既然如此，就让工具人带着他的工具箱出宫吧。这边温实初前脚刚出门，惠春就带着点心和福子前来。参见华妃娘娘，皇后娘娘说下人不懂规矩，惹得华妃娘娘生气，特地请人过来跟着宋芝姑姑学习如何当差呢。哼，正面塞人不成道，绕弯送人来了。也罢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行吧，那便留下吧。是，娘娘，奴婢告退。告退？本宫让你告退了吗？既然是皇后只来学习规矩的，哪有告退一说？宋芝，惠春本想解释，宋芝根本不给机会，直接将人拖走。娘娘，小厨房刚做好的蟹粉酥和百合莲子汤，您尝尝。不愧是华妃的小厨房啊，吃食一绝，果真如此。来人，将本宫的珠钗给卸了，疼死本宫了。娘娘不可啊，皇上最注重礼仪了，要是等回来宫中见到娘娘这样，会不高兴的。
披头散发确实不成体统，那你去养心殿告诉苏培盛，就说本宫今日身子不适，不宜面见圣上。娘娘，这是想欲擒故纵。纵你个头啊！大胖菊45岁当激动老头了，老娘一个不经人事的妙龄少女陪他这个糟老头子在床上跳舞啊！更何况我又不是真的年世兰。过几日就是殿选了，皇上肯定会去景仁宫，不必费心了，只希望皇后别在皇帝喝汤时作妖。阿兰还是担心皇上来找他就寝，便从妆奁盒子里拿了2只金镶玉钗，又赏了福子和惠春一套新衣，美名其约皇后的人不可亏待，今晚让他们俩守在外面。入夜，皇帝还是来了翊坤宫，宋之在内殿伺候，福子按照吩咐在外代为禀告。华妃娘娘今日受了风寒，吃了药早早歇下了。从前最爱在门口等朕的华妃，今日早早歇下了，莫非这妮子在使小性子，故意让下人这样说，好吸引自己睡夜？站在门口犹豫要不要配合华妃演戏，忽然玉钗的光晃了一下，皇上注意到面前的宫女有些眼生。你是新来的？奴婢是皇后娘娘，只来侍奉华妃娘娘的。长得还算清秀，打扮的倒是花枝招展。启禀皇上，承蒙娘娘厚爱，衣裳和首饰都是华妃娘娘赏赐的。皇上不认识福子，但认识惠春，想到吃晚饭时皇后的劝解，皇后倒是有心了。皇上迈步进了寝殿，宋之刚要行礼，被他抬手拦住。这妮子骄纵，睡觉还这么不安分。皇帝微微摇头，眼中暗含宠溺，小声吩咐宋之照顾好华妃，便离开了。次日，皇后那边得了消息，随便寻了由头，便将惠春叫了回去，听说还受了罚。周宁海回禀说，皇帝昨日宿在了新常在宫中。阿兰听了，觉得与他并无过节，便做个顺水人情，让福子给新常在送了份点心，也给皇后送了不成敬意的小礼。只是福子出去便再没有回来。娘娘，这下冬春仗着出身很是张狂，如今又封了常在。听说昨日教习姑姑去时，还听了一顿教训呢。教习姑姑那都是宫里的人精，被他个小丫头片子一通教训，必然不会好生教导。哼，不必管他。听说那位被夏氏欺负的安答应，是因为晚常在送的海棠花才入选的。海棠花，正是呢，娘娘。海棠花开，引蝶驻足，尚未进宫就会狐媚皇上了。阿兰记得安小鸟颇懂香料，至于这蝴蝶到底是花引来还是香料引来也不好说，倒是乖巧懂礼数让他留下了。可惜了，这安小鸟生在这封建王朝。他既然封了答应，以后便是小主了。你们在外时刻牢记谨言慎行，不许给本宫惹麻烦，听到了吗？是，娘娘。娘娘，进士房总管徐公公来了。参见华妃娘娘，华妃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，新常在小产，需要皇上陪伴，记着将他的绿头牌放在显眼处。是，娘娘，奴才告退。娘娘，皇上久不来后宫，一来就去新常在那里，小产1个多月，矫情这么些天也该够了。是啊，娘娘，上次皇上来您就不见他，如今又叫别的妃嫔分宠，娘娘难道不打算要皇上的恩宠了吗？恩宠太过，六宫侧目，人人视之为敌，实在没必要把自己置身漩涡之中。有时候不争，比能争会争之人有福多了。有大将军给娘娘撑腰，看谁敢对娘娘不敬。不说这了，储秀宫的事办得如何？回禀娘娘，都安排妥当了。19岁，身强体健，家中已有2房妾室。娘娘这样做会不会不好？若让皇上知道，怕是会降罪于您的。3宫6院哪里没有侍卫？本宫又没将人送到曹琴墨床上，怕什么？这倒是不必担心，大将军挑的本就是宫里的侍卫，会包衣做领馆，就算事情败露，也算不到咱们林家身上。温实初呢？送去了吗？按娘娘的意思，大将军那边照做，说是营中将士脾胃失和，用了温大人给娘娘开的方子，叫过齐家，已向皇上请求接调温大人随军。至于什么时候回来，全凭娘娘决定。走吧，去景仁宫。上一世我背靠娘家纵横后宫，不料争宠处处树敌，惨遭皇上虐待，被重敌陷害，最终误卿性命。这一世穿越归来，看我如何反虐皇上，脚踩后宫。娘娘，华妃娘娘近来身体不适，连皇上也未曾见，这么晚没过来，怕是不会来了。今日太医院不是说她风寒好了，本宫是皇后，她身体好了自该来向本宫行礼。来人，赐茶。其实请不请安皇后并不在意，只要底下妃嫔对华妃不满，6宫怨怼，这才是她想要的。伴随江福海的通传，阿兰仪态万方的走进来，受了众位妃子的礼，并向皇后行礼，不等叫起，自顾地坐到椅子上。惠春端上茶，阿兰喝了一口，轻轻放下，也不开口。这是去年的龙井，小人妹妹喝不惯，我那儿有皇后娘娘赏赐的金春新宫的雨前龙井，妹妹若是喜欢，待会儿我让翠果送些过去。哼，就喜欢其二哈之性格，炮弹总往队友身上打。皇后娘娘责备6宫，这新供的雨前龙井，想必众姐妹都收到了吧？我等未分低下，哪有齐妃姐姐的福气？此言一出，无异于告诉众人，皇后瞧不起他们，此话有损贤良的名声，皇后断不敢承担。好物难得，本宫也只有那一些，因记着3阿哥喜欢，便叫齐妃都带回去了。皇子贵重，自是嫔妃所不能比的。既扯到子嗣，再往后聊，便是冲着华妃来了。别跟妹妹假惺惺，妹妹啥都看得清，想聊子嗣，我偏不让。既是皇后娘娘赏赐，齐妃不好好收着，
却忙着四处送人。知道的是齐妃姐姐你和睦姐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齐妃不喜欢送茶之人呢。皇后娘娘，臣妾没有。好了，说到底都是皇上的赏赐，齐妃自然不会不喜欢皇上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众位妹妹早些回去吧。求之不得，有这会儿功夫，不如看点医书调养一下身子。既然这样，嫔妾先告退了。新人宫殿分配好以后，黄规全带着册子进了翊坤宫。汉军镶黄旗沈贵人驻咸福宫，汉军征蓝旗婉常在驻承乾宫。承乾宫，若想让甄嬛成为自己人，那么承乾宫便不能住。也不知这后宫是不是只有我一人手握剧本？若不是现在变化了，岂不是告诉别人我有问题？承乾宫既宽敞华丽，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，那可是好地方。都城乾坤语录，确实是好地方。这都是皇后娘娘的安排。满蒙联姻是旧俗，博尔济吉特贵人背后是蒙古部族，让他去钟粹宫那等偏远之所，岂不是寒了那群部下的心？娘娘的意思是让博尔济吉特是去承乾宫。至于婉常在，自古名花配美人，听说碎玉轩的梨花很美。黄规全心思通透，不等阿兰把话说全，便知其意告退了。9月15，第2批新人也都入了宫，各自住下。周宁海带着赏赐挨个宫殿走过去，独独带回了一份。你如今差事当得越发好了，连娘娘的赏赐都送不出去了。绵绵恕罪，奴才去延禧宫送上。听到夏氏在宫中大放阙词，说什么娘娘您赏的料子再好也不如皇后宫里的，奴才气不过，才将东西带回来的。糊涂东西，什么不干净的话也敢往外说，仔细遭了娘娘的耳朵，拿你是问？意料之中的事，待到河宫觐见，夏氏有的是风头要出。新入宫的小主第一次合宫觐见，阿兰姗姗来迟，毕竟是专宠集一身的华妃娘娘，下马威还是要给的。不过阿兰才不会承认是自己起晚了。本宫可来晚了，好生热闹。阿兰参见了皇后，起身便坐在了自己的位置，跟皇后打了一回合，才叫众位新人起身。华妃这样声势浩大的做给谁看呢？阿兰听闻，转头瞥了一眼夏冬春，听说有一位夏常在很能干。华妃娘娘万福金安，嫔妾就是常在夏氏。其他妃嫔见她这般行礼，都偷摸笑了。笑死，这次继妹果然还是行了婢女礼，不知皇后对她站队新人员还满意吗？跟大学生似的清澈又愚蠢。这沈贵人和婉贵人又是哪两位啊？嫔妾沈眉庄参见华妃娘娘，华妃娘娘万福金安。嫔妾甄嬛参见华妃娘娘，华妃娘娘万福金安。沈贵人好雅清，婉常在虽穿的简单，但也难掩姿色。皇上真是慧眼识珠，个个都如此出众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谢华妃娘娘。娘娘国色天香才是真正的令人瞩目，嫔妾萤火之光如何敢与娘娘明珠争霸？沈贵人一张小嘴倒是挺甜的，甚是懂事。这么多美女，还有些不安分的，不知皇帝那小身板能受得了吗？往后同在宫中，一则要尽心尽力侍奉皇上，为皇室延绵子孙；二来也要同心同德，和睦相处，不得生出争风吃醋之事，惹皇上烦心。好了，今日本宫也乏了，各位妹妹就退下吧。从景仁宫出来后，阿兰看到了无比熟悉的一幕。导文宫中有一法子能让不够红的枫叶变红变漂亮，却没想到是用鲜血染就才红的好看，而女子仅是说错话，却要受这刑罚。这些赏玩之物，我夏家还不缺，只是沈贵人这小恩小惠，看来还真是会妖买人心呐。夏家这样的人，到咱们年府跟前连提鞋都不配。奴婢听说，前几日在延禧宫里，他天天反复查贵人，还处处给安答应脸色瞧，闹得鸡犬不宁。别说话，看戏。听闻夏姐姐出身骁勇世家，妹妹好生敬仰。我家世代骁勇，为国尽忠，岂是你一介县城可比？选秀那日冒犯姐姐，纯属无心。妹妹回去日思夜想，后悔不已。只是姐姐出身武家，必定文武双全。果真姐姐如此骁勇，不失风范。我家家训向来如此。果然是四季妹纯笨至极啊！这名场面也是让我遇上了，就让我过过瘾吧。阿兰示意周宁海过去，谁曾想夏冬春扬手要打安陵容。她与你同为嫔妃，你怎能打她？放开！周宁海，放开她！这华妃娘娘万福金安。秋来御花园风景如画，好好的景致却被人给打扰了，真是扫兴。安答应她出言不逊，嫔妾只是想训诫她一下而已，训诫一下。哼，皇后与本宫都不在了吗？本宫竟不知这后宫已是夏常在当家，要辛苦你来训诫宫嫔，本宫怕你承担不起这份辛苦。唉，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。奴婢听说那枫叶要鲜血染就才红的好看。是吗？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，就算用他的血为宫里的枫叶积点颜色。一丈红。启禀小主，一丈红乃宫中刑罚，取2寸厚5尺长的木板，则打其腰部以下部位，直打到筋骨截断，血肉模糊为止。远远看上去鲜红一片，那颜色较为漂亮，所以叫一丈红。小主，请吧。华妃娘娘，嫔妾知错了。小主的血要是真染红了枫叶，那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呢。是福气，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？不过外头这么大动静，这皇后连面都不出，就是等着我出这个头吧，倒是能留个好名声。哼，想都别想。慢着，前朝后宫一体，
夏常在出来宫中就如此蛮横，妄图中宫之位，可知不是包衣佐领下大人的意思。此事体大，来人将夏氏送去景仁宫，静听皇后娘娘发落。这样一来，若是皇后惩罚轻了，难以震慑后宫；若是惩罚重了，贤良的名声难保。阿兰倒是好奇皇后会如何处置。夏氏以下犯上，亦在宫中无礼，让各位妹妹受惊了。处置了夏冬春，阿兰仍按原剧一样，让三人回去闭门思过。待阿兰一丈远去，甄嬛三人携手前去御花园。华妃娘娘好大的威风！素闻华妃厉害，今日一见名不虚传，本来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，没想到轻易能够连累到母家，可见在这宫中行事要处处小心。三人正说着话，不远处传来宫女的尖叫：“姐姐，玲珑，别慌，我去看看。”甄嬛壮着胆子往御花园那口井里瞧见，连忙将沈眉庄二人拦住：“别去，里头有死人。”消息很快传到了翊坤宫，周宁海先景仁宫一步，来到水井旁。周公公，这是何意？江福海到时，翊坤宫的人刚将里头的东西捞出水面，周宁海一看江福海来了，立刻又命人松了手。听闻有人发现水井异常，奉华妃娘娘之命，特来探查。巧了，皇后娘娘特意让我来调查此事。华妃娘娘协理六宫，此事便不劳皇后娘娘费心了。听说井中死的人是福子，那可是皇后娘娘送到华妃宫里的人，皇后娘娘如何不费心？不知江公公从哪里听来的闲言碎语？这井里不过是西瓜并肩以上，并没有什么人，更不曾见什么福子。有没有福子？见过才知。江福海上前一步，意图强闯，周宁海半步不让。这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较量，更是两宫的僵持。最终，景仁宫落败。回娘娘的话，约莫是福子。翊坤宫的人现在寸步不离的守着，奴才不敢耽误，留了人特地先回来请示娘娘。奴婢听说福子在翊坤宫常做些粗活，动辄被打骂。那日说是去给新常在送东西，其实是被挨了打出门，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什么送赏赐，不过是寻个由头打发出去，好痞心肝细罢了。福子家在京郊，奴婢请人去瞧过了，一个不留。再这么僵持下去，尸体只怕会泡得面目全非。娘娘，咱们要不要告诉皇上？面目全非也无妨，哪怕不是福子也不要紧。这人既然不在了，便是欲加之罪。只是皇上生性多疑，若皇后贸然开口，说不定还有嫁祸算计之嫌。皇后还需要一个契机。御花园井中惊现尸体，打捞上来竟变成了西瓜，却在另一口井中发现真正的死人。这究竟是妃嫔的移花接木，还是皇后的无中生有更胜一筹？今日新进的宫嫔可以侍寝了，皇上是要去华妃那里，还是？你是在揣测探朕的心意吗？臣妾不敢揣测圣意，还是请皇上翻牌子吧。皇后看向小夏子，小夏子便将徐敬良招进来，请皇上翻牌子。婉常在的牌子呢？今日午后太医院来报，说婉常在心悸受惊，突发时急，需隔断静养。心悸受惊？华妃身边的福子不明不白地掉进井里，婉常在出来宫中，刚被华妃一通吓唬，又瞧见井里的福子，就不明不白。华妃那边怎么说？福子还在井里泡着，还未捞起，所以并没问过华妃。还没捞上来。周宁海说华妃掌管后宫，六宫诸事皆由翊坤宫处置才是，不许旁人插手。臣妾怕事情闹大，和宫不宁，只让人在一旁看着不肯声张。宫女好歹也是出身八旗，苏培盛，奴才在，即刻带人去水井旁将人打捞起来，就说是朕的意思。这不过是娘娘命人在水井中量了个瓜而已，何至于劳动苏大总管？不管是什么，捞上来一看便知，早点了结，咱们也好各自回去休息不是？江福海跟着附和，同时让人悄悄去回禀皇后。听闻妹妹近日喜爱甜汤，臣妾让人炖了香莲百合燕窝，不如让华妃妹妹过来尝尝，皇上以为如何？许久，殿中有人进来，皇后抬眼瞧见是宋芝，便认为华妃这是心虚不敢来，更加确定井中的人是福子。怎么只你一人？回禀皇上，我家娘娘近来身体不适，皇上是知道的，今儿总算好些，晚上给皇后娘娘请安回去，又受了风，先吃下药已经睡了。是睡下了还是不敢来？恕奴婢愚钝，不知皇上的意思。福子怎么回事？福子那是皇后娘娘赐给我家娘娘的，我家娘娘待她一直如同妹妹一般，轻易不敢使唤。华妃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，会将区区宫女当成妹妹，简直是在挑衅皇帝。放肆！帝王的威压从不需靠提高音量，皇帝声音一如平常，只是殿中滴水可闻，人人噤若寒蝉，气氛无端可不起来。来人，将这个欺君罔上的东西拖进慎刑司。奴婢是华妃身边的人，皇后娘娘不问缘由就处罚奴婢，奴婢贱命死不足惜，可若因此伤了两宫和气，奴婢万死难赎。宋芝的话很聪明，字字不提皇上，字字暗示年家。她是华妃的贴身丫鬟，罚她便是罚年家，打她就算打华妃的脸。所谓两宫和气，哪里是两宫，分明是指皇帝和年家。看似平静的局面，暗流涌动。好在关键时刻，苏培盛来了。启禀皇上，是西瓜，只是这瓜是用衣服裹着头下去的，在水里泡久了散开了。至于头发，大约是水井太深，光线不足，晚常在一时惊慌，误将水草当做了头发，才闹出这场误会。
既是误会，为何不早早说明？皇上圣明，皇后圣明，奴才从一早就说井中是瓜，奈何奴才为言轻，无人相信。周宁海跪在地上喊冤，嘴角却挂着得意的笑。亏得娘娘有先见之明，先皇后一步提前准备。既是误会，便叫夫子过来，免得日后闲话传出去，污了妹妹的贤名。皇上以为如何？闲话？后宫妇人多，程瑞无事，今日若不见夫子，难免生出多少是非。事已至此，皇帝也需还华妃一个清白。皇上恕罪，此刻怕是见不到福子了。大胆！这普天之下还有皇上见不到的活人吗？更何况福子仅是一个宫女。皇后娘娘恕罪，实在是事情说出来会牵连我家娘娘。有何不可说？启禀皇上，前些日子娘娘在翊坤宫小花园逛着，听见福子说家中父母生病，无人照料，我家娘娘一时心软，便赠了她银钱送她出宫。与人为善是好事，若非华妃心上，翊坤宫也不会上下一心。只是前日宫脉下常在无意和婉常在发生冲突，妹妹却有意赏赐1丈红。1丈红？华妃素来爱使小性子，却不想嫉妒心如此之重，不过是玩笑两句，竟想置人于死地，还上下一心。看来华妃宫里人说的话不可信。皇上放心，毕竟夏常在是包衣佐领家的千金，又在臣妾宫脉发生，只叫禁足3月，罚俸半年，小惩大戒。若皇上觉得臣妾不当，你做得很好。真是绿茶，明明是娘娘心善不惩罚，将人送到景仁宫领了顺水人情，却给娘娘泼脏水。我家娘娘……行了，苏培盛将福子找来。这奴才刚才已让侍卫快马去查了，相信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。在等福子时，外头又有人进来通传，另一口井中也发现了女尸。因为泡得太久，已经面目全非。不过死者体型身高均与福子相合，请皇上明察，此人绝对不可能是福子。皇上，宫中有规矩，未到年龄的宫女不可私自出宫。娘娘为请示皇后娘娘，有违宫规，所以奴婢不敢随意说。我家娘娘心地善良，断不会害人性命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没有说话，皇后也不急一时。在皇后的心里，翊坤宫的人已经要被换了，这后宫终究是她乌拉那拉氏的。不等油登天油，侍卫快马返回。启禀皇上，夫子已经带来了，就在外等候着。传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年世兰哪有这么好心？福子进门向皇上皇后行了大礼，如实相告，华妃不仅赠与他银两准他出宫，还让年大将军差人去瞧了他父母，瞧见房屋破败，给了新的容身之处。世兰平日虽骄纵，但本性到底是善良。请皇上翻牌。不必了，朕今日去华妃宫里。皇上，祖宗规矩，今儿是新人头一回，不可坏了规矩。法外尚有人情，何况规矩？既然华妃准你出宫，朕便许你脱了奴籍。谢主隆恩。此事到此为止。皇后身体不好，后宫的事既然交给了华妃，以后少操点心。百家翊坤宫。哼，本宫倒是小瞧她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后宫岂不是她年世兰的了？娘娘，华妃娘娘的性子也计划不周全，只怕是曹贵人出的主意。这曹琴墨果然好手段。爷们儿要战斗，爷们儿要战斗，让心中的泪淹没四海洲。接上集，皇后利用福子之死陷害阿兰，未曾想阿兰早已将福子安排出宫保护起来，最终陷害不成，反被怀疑。奴婢参见皇上。胖菊，今天不是新人侍寝，来我这做什么？我还没有做好面对大胖菊的准备啊！ Oh my god， 魔法怎么失灵了？皇上与宋之进了内殿，宋之想着自家娘娘许久未见皇上，便轻唤了一声：“嘿，老登，醒醒！”可怎么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呢？圣继总路，你家娘娘何时看起医书了？莫非世兰怀疑这换衣箱有问题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娘娘这几日才看起书来，因娘娘按时吃药也不见好，便叫奴婢们寻了古书来。她这是想自己医治？是，这古书确有奇方。原本娘娘已许久未见皇上，日夜牵挂，加之缠绵病榻，时不相寝不稳，但这几日也睡得安稳了许多。皇上见阿兰何止安稳许多，简直是雷打不动。他哼笑一声，似乎对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很是满意。下去吧。是，皇上。皇上你来了。等等，大胖菊活变大帅哥，这味道真难闻啊！不对，这个皇帝今晚是要在这里睡吗？他不去宠幸他的新人来这干嘛呀？约莫感受到身边人的紧张，皇帝轻声安抚：“世兰，别怕，是朕。”只是这话一说，让阿兰更加紧张，觉得心脏快跳出来了，吓得全身发热。皇上感觉不对，摸了摸阿兰额头，发现她额间滚烫。来人，快传太医！许久，太医匆匆赶来，隔帘把脉，除了有些许发热，其他一切正常。我去，这华妃娘娘仅是发热，怎么会昏迷不醒啊？我该怎么回禀皇上啊？加个班不会还要掉脑袋吧？华妃娘娘仅是发热，应该没事。应该，一群废物！我的老天奶，这么大声做什么？吓我一跳！还在这？是要朕去熬药来吗？
微臣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这一宿，翊坤宫的人进进出出，只为阿兰的装病。好在最后退热了，皇上便去上朝了。娘娘，您终于醒了，皇上昨夜守了您一夜呢，才刚走。终于醒了，再不行我该去了。贵戚啊，我的美容觉没了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宋之，扶本宫起来。娘娘，皇上说了这几日可不去中宫请安。我能去请安？我那是去战斗。娘娘，昨晚我们可是赢了哦。不过这皇后娘娘也真是心狠手辣，居然找个体型相似的宫女来冒充福子来陷害您。这皇后比我想象的心狠啊，日后要小心行事，知道了吗？是，娘娘。小主昨日见到的不是女尸，仅是不包裹的西瓜。不过晚上在另一口井发现了女尸，是福子？不是呢，小主，这福子应了她的命有福气，才入宫不久便得了华妃娘娘的赏赐，还出了宫。竟是这样，看来真是我看错了。甄嬛的话刚落下，沈眉庄和安陵容就进来了。梅姐姐和安妹妹怎么这样早就来了？你们先下去吧。你身体有恙，本不该来打搅你，只是昨日你可知是谁事情？是华妃。什么？那日她不是？我原以为华妃好心提醒，却没想到是为了自己。不过倒是听说昨日整个太医院都过去了，应当是病了。病了？怎么觉得是装病？没想到这华妃娘娘还会用不入流的手段呢。甄嬛方才低头，听到这话，忍不住抬眼看安陵容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想着宫女的话，觉得华妃能对福子那样，不至于用这样的手段。若不是这华妃，昨夜头一份恩宠应当是两位姐姐的。后宫佼佼者众多，妹妹不可乱说，免得叫人拿出生出事端来。妹妹口不择言，还望姐姐莫怪。我这身子一时半会怕是侍奉不了圣驾，你们在后宫行事小心，莫要得罪了华妃娘娘。好嬛儿，我们自会小心，你莫要操心了。我和玲容先走了。听说婉常在的病是张弥看的。是的，娘娘，皇后特地交代的张太医过去，说是皇上看中的人，必得好生照看。看来这皇后要拉拢这个替身，看老娘不给你剪断这条线。出去走走吧，这病也能好得快些。出门后，阿兰漫无目的地朝前走着，骤然抬头，瞧见前方坐着的似乎是静嫔冯若昭。你们都留在这。是，娘娘。臣妾参见华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本宫同你家主子有话说，你先下去。可是，下去吧。是，娘娘。起来吧，本宫难得出来，好巧遇到你。巧个毛，倒了8辈子霉，今天出门，不知道又要受什么苦了。沈贵人爱局，臣妾也是闲着出来走走，不想遇到了娘娘。静嫔瞧见阿兰玩着空杯，便主动为阿兰斟茶。娘娘尝尝臣妾自己晒制的香菊桂花盐。你虽是本宫宫中出去的，到底如今贵居嫔位，还叫你做这些端茶倒水之事，难为你了。娘娘言重，能为娘娘效劳是臣妾的荣幸。既然这样，你可愿回来帮本宫？本宫身体抱恙，6宫之事处理起来多少费力了些，你也只需在自己宫中就行。这华妃吃错药了，是想让我协理，还是试探我啊？臣妾愚钝，望娘娘收回成命。臣妾从未有过此想法。你没有这样的想法，但皇上有这心意，皇上扶持你，定是你有这样的能力。静嫔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想要报复本宫，也应当手中有大权，不是吗？臣妾不敢。你本就一无所有，有何可怕不是？臣妾从不敢怨恨娘娘，怕是有什么误会。静嫔到底不是墙头草，更不是刚进宫的新人，自然不会被这三言两语哄骗了去。误会也好，不敢也罢，要不了多久，新人中沈贵人也会有协理6宫之权，只不过有个顺序而已。剑有2刃，你且自行斟酌。只是他日新人承宠，便会瞧不起你这幽居无宠的嫔位，日后便会觉得你占了他嫔的位置。说罢，阿兰扬长而去。无宠多爽，有钱拿，还不用侍妾。不过华妃说的确实有道理。入夜，皇上翻了沈眉庄的牌子，只是这一得宠遭人嫉妒，让皇后起了心思。翌日天未亮，景仁宫中，皇后正在梳洗，等待接见众妃嫔请安。娘娘，皇上昨日又召幸了沈贵人，年轻貌美，谁不喜欢？华妃抱病，新人承宠，眼下6宫无人能与沈贵人相比，而且皇上还特许她学习6宫事务。是吗？华妃竟也愿意？华妃娘娘怎么可能同意？她差人同皇上说自己身体不适，教不了新人。皇上听了很不高兴呢。娘娘要不要趁机拉拢？沈是不错，只是太过谨慎，不如博尔积极特事，年轻张狂。也是，年轻有活力，皇上才喜欢。张狂易犯错，自然需要娘娘庇护。且福子的事，皇上对本宫也有不满，若太刻意，叫皇上以为本宫争权，反倒不是，倒不怕那沈氏发展，新人不知分寸，随便寻个由头给个教训便是。奴婢明白。哟，这沈贵人对皇后娘娘一向恭敬，今日怎么来得这样早？臣妾路上来时碰到了端水公公，弄湿了衣裳，不得已回去换，这才来迟。请安贵在有心，博尔一次没事，昨日服侍皇上辛苦，便是祈稳也无妨。
说的像是谁没服侍过皇上一样。若这样，臣妾以后岂不是也可说有心，便可不按规矩向中宫请安？静嫔见场面对沈眉庄不利，不得不出来说话。皇后装作有心宽恕，可博尔济吉特贵人却紧抓不放。嫔妾听闻宫规森严，皇后娘娘若不罚，若有人在效仿，日后谁眼里还有皇后娘娘？好了，年关将至，沈贵人罚俸2月月俸，主为静嫔教导不善，一并同罚。下常在以下犯上是罚俸，沈贵人姗姗来迟也是罚俸，这宫中就这一刑罚，无纲纪法度可言了吗？华妃不在，而这博尔济吉特氏又年轻不懂事，皇后只能压着不悦转向华妃的人。丽嫔觉得该如何处罚呢？娘娘多心，臣妾哪懂这些，不过是怕娘娘赏罚不明，多嘴一句罢了。皇后娘娘贤德，却有人恃宠而骄，嫔妾以为虽是触犯，亦该从严，才可震慑后宫。不愧是蒙古格格，眼瞧后宫快成他当家了呢。博尔济吉特贵人还在得意，却见皇后面有不悦，立刻跪下。皇后娘娘恕罪，嫔妾并没有这的意思。行了，再过2月便是年关了。博尔济吉特贵人有心，便替本宫抄录2卷女德，以警示后宫诸位姐妹。今日各位姐妹都散了吧。请安结束后，简秋拿着一枚锦盒追上博尔济吉特贵人。小主留步，何事劳烦简秋姑姑亲自跑一趟？今日之事委屈小主，这是娘娘特意赏赐给小主的。博尔济吉特贵人打开锦盒，里头是一枚雪白通透的玉镯和扑面来的香。这是新疆进贡的天山玉镯，自带一香，产量极少，千金难求。那劳烦简秋姑姑帮我谢过皇后娘娘了。这是自然，现如今华妃有年家撑腰，便是皇上也无可奈何。娘娘贵为国母，不得不顾全大局，还请小主体谅娘娘不易。嫔妾明白，满蒙一家，嫔妾日后定竭尽全力帮助皇后娘娘。小主这样想是最好不过了。区区贵人也敢在本宫面前耀武扬威，放开我，小心我回禀陛下治你的罪。哼，就凭你！我来。这位是翊坤宫的华妃娘娘，小主如此冒犯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华妃娘娘。接上集，阿兰被皇上吓得发热，翊坤宫被迫整夜灯火通明，让人以为争宠。退热后出门走动，意外拉拢静嫔，而皇后则拉拢新人。以后改7日1针。是娘娘，这些人真是嘴碎，在背后一直议论娘娘。左右不过是本宫恃宠而骄，目中无人罢了。娘娘怎知？听说那博尔济吉特贵人得了皇后赏赐，日日带着玉镯招摇，还编排娘娘。娘娘要不要管管？玉镯，听说是天山香玉，千金难求呢。不过千金难求，娘娘想要不也是一句话？可别，我可不想要。谁知道那香是不是欢迎香2.0呢？不说这了，今儿天气好，出去走走。那是何人？怎么从未见过？兴许是哪位不得宠的小主吧？你是何人？你问我，我这一身浮光景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小东西不会降职搞事情吧？不然呢？你是翊坤宫的人吗？年世兰哼一声，算作回答。瞧这装扮，像是未常在。宫女也算宫里的老人，她这般肯定，2位小主便也有了底气。这位是承乾宫的博尔济吉特贵人。贵人，本宫还是翊坤宫的华妃呢。见到贵人不行礼，还敢自称华妃，我看你是活捏了。放肆！那与生俱来的上位者欺压，迫得康如云触电般缩回了手。博尔济吉特贵人只当康如云胆子小，他上前一步，将年世兰手中的花枝打掉，一脚踩上去。少了1丈红，宫里的枫叶果然不够艳，什么人也敢上前凑了？你们的规矩是谁教的？凭你什么身份，也配来问我？今日就算是翊坤宫那位出来，你也得跟本宫行礼。这是博尔济吉特氏的话，也是心里话。近来圣上垂帘接连侍寝2次，有帝后恩宠，加之翊坤宫那位闭门不出，觉得整个后宫都能横着走了。本宫区区贵人竟也敢妄称本宫，我警告你，再不给我下跪行礼，我让人将你送去慎刑寺。本宫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只怕本宫跪下，你受不起。贵人姐姐，咱们走吧，免得惊扰了华妃娘娘养病，有咱们好果子吃。华妃那的病秧子出得了翊坤宫才怪呢，我可是贵人，会怕她一个常在不成？许是气的，博尔济吉贵人抬手就要扇年世兰。区区贵人也敢在本宫面前耀武扬威？放开我，小心我回禀陛下治你的罪。就凭你！说罢便松了手，只是博尔济吉特贵人竟连退2步，没能稳住花盆底鞋，直接跌坐下去。博尔济吉特贵人当着多人的面摔了个屁股蹲，心中羞愤，起身就要同年世兰撕破脸。宋之和周宁海远远瞧见，脚下生风，飞扑过来。这位是翊坤宫的华妃娘娘，小主如此冒犯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华妃娘娘。2位主子吓得3魂没了7魄，身边的宫女倒是反应过来，连忙跪倒磕头请罪。博尔济吉特氏答应康氏，以下犯上，按宫规当杖责30，念及初犯，罚俸半年，回去闭门思过。谢华妃娘娘，谢华妃娘娘。经此一闹，阿兰也没了心思赏玩，便起身回去了。
要奴婢说，娘娘就不该穿得如此素净，叫人看了以为咱们翊坤宫失宠了呢。周宁海怕刚才的事惹得年世兰不快，便哄道：奴才记得娘娘还是闺中小姐时，马上一袭红衣，英姿飒爽，张弓射鹿呢。油嘴滑舌，怪会讨本宫开心。娘娘，净室房的徐公公来了。参见华妃娘娘，华妃娘娘万福金安。阿兰翻着皇帝的记录，眼尖的发现了问题。博尔济吉特贵人越信推迟了。只见起居注上写了留，意味着行房结束后，并无去子操作。回娘娘的话，博尔济吉特贵人阅信已推迟半月有余了。不过据小主说，他平日阅信就不规律，可让太医瞧过。回禀娘娘，净室房未收到关于承乾宫的消息。阿兰将起居注还给了徐敬良，又命人给了他些赏赐，脑子里忍不住想起天山玉镯，突然想起刚刚扣住博尔济吉特氏手腕时感受到的脉象，来往迅疾，如盘走珠。我当时怎么没想到？娘娘您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是？宋之，东六宫是哪几位太医负责？回娘娘的话，东六宫由左院判张弥、张太医负责。张弥，也就是说，若博尔济吉特氏怀孕，皇后就会立马知道，难怪皇后会寻求她同盟。不过有那玉镯，这孩子也生不下来，看来这次千里池的事也是皇后费心筹谋。小主，这可怎么办？奴婢听闻华妃在王府就很厉害，不仅给端妃娘娘灌红花，入宫还害方贵人入了冷宫，皇上也视而不见。博尔济吉特贵人听罢，心中更加害怕了，正担心着，外头传来公公的通传声：恭喜小主，贺喜小主，方才太医院来报，小主有喜了。什么？小主怎么了？瞧着不像惊喜，倒像惊吓。姑姑有所不知，方才我家小主去千里池，无意冒犯华妃娘娘，华妃娘娘严厉呵斥，不仅罚俸半年，还不许我家小主出去。华妃娘娘素来如此，小主才进宫不久，自是会害怕。不过您现在有了身孕，身份贵重，无人敢惩罚，让张太医帮小主来复脉，等会儿也好激荡去和皇上禀告，小主也放心。听了这话，博尔济吉特贵人心中也安稳了许多。张弥上前把脉，只是脸色沉重。小主今日除了惊吓，可还受过什么伤？这脉象恕老臣直言，小主这胎怕是保不住了。什么？怎么会？不父，害死我孩子！皇上射死他！射死他！一个洞柱你要我命，还你！我不要了。小主这胎月份小，加上受惊又受伤，胎象实在不稳。受惊又受伤？华妃，是华妃她推我到台阶下的，是她，就是她推的我。小主可有什么误会？华妃娘娘虽协理六宫知皇上宠幸谁，但也不会在明面上这样对付的。简秋略垂眸，神色丝毫未变，只是说话中暗示着华妃知道博尔济吉特贵人怀孕。协理六宫，那就是知道我有孕。她是故意杀了我的孩子，她杀了皇上的孩子。华妃娘娘在宫中向来受宠，不将旁人放入眼中，小主又何必去惹她呢？我怎会去惹她？若不是她故意穿的那么素净，还如此无礼，我会去说她吗？可她明知我有孕，还故意推我，害我失去孩子，如此毒妇，皇上怎可留在身边？小主身子要紧，莫要激动。简秋姑姑，请你帮我跟皇后娘娘明言，求娘娘替我做主啊！孩子我守不住，现如今镯子我也守不住，我该如何是好？小主莫要激动，奴婢这就去命能工巧匠修好，回头给您送回来。皇后娘娘自然也会替小主主持公道，只是姿势体大，还需皇上出面才可。我懂，年家势大，非一人可抗衡。这毕竟是皇上登基以来第一桩喜事，还请张太医费心力保。老臣定全力而为。娘娘可是困了，奴婢伺候娘娘歇息吧。无妨，歇息一会儿就好。娘娘可是在气今日之事，若娘娘不快，奴婢让周宁海带人去承乾宫，再赏他们一顿板子，给娘娘出气。唉，傻芝芝，若下手，她的孩子可就没了。原来娘娘在担心承乾宫那位怀孕啊，小小贵人的孩子而已，影响不到娘娘的恩宠，只瞧那曹贵人便知。倒不是恩宠，只是她这一胎本就生不下来，估计今晚就会滑胎。娘娘是担心滑胎之事会嫁祸给咱们。娘娘不必担心，皇上如此宠爱娘娘，必定会相信娘娘的，更何况还有大将军在，必定不会让娘娘受委屈。我是没委屈，但是胖菊委屈啊，我可真是妥妥背锅侠。如阿兰所想，他并不会受委屈，皇帝还需年羹尧为他卖命，所以就算阿兰真犯事，皇帝也会看在年纪的份上饶恕阿兰。娘娘，苏公公来了。奴才苏培盛给娘娘请安。苏公公请起，还送这赏赐呢，晚点就还回去了。前朝事忙，皇上抽不开身，特意叫奴才给娘娘送赏赐来，等他日有空，皇上自会来看望娘娘。不用，不是，本宫的意思是，
皇上公事繁忙，新人才入宫，有空应多去妹妹宫中坐坐。苏公公怕不是弄错了，这东珠可是皇后才能用的。正因是皇后所用，皇上亲赏，才见圣上对娘娘恩宠。皇后用的东西给我，这不是让我当靶子吗？狗皇帝还恩宠，先恩后宠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僭越乃是重罪，本宫不过一介妃嫔，劳烦苏公公代传话，就说陛下心意最为重要，本宫心领。季节交替，还望陛下擅自珍重，本宫痊愈后自会亲自谢恩，辛苦苏公公走这一趟。既然如此，奴才就先告退了。娘娘为何不收东珠呀？即使是皇后所用又如何？那可是皇上亲赏呢。你倒天真，不必知道这么多，只是不是我的，不该拿。哦，他这样说，这样看倒是愈发懂事了。是华妃娘娘这一病瘦了一大圈，似乎性子也温婉了许多。温婉？奴才嘴笨，只是觉得娘娘不似从前那样伶俐，多了些与世无争。与世无争？哼，别是犯了错，故意卖乖给朕瞧的。朕批完这些折子，便去瞧瞧他。皇上，晌午皇后娘娘身边的简秋来报，说是承乾宫博二继吉特贵人有了身孕，这可是您登基以来第一个子嗣。皇上今夜不去见见吗？我倒是忘了，先去承乾宫，你亲自去华妃那边告诉他，朕明日去他宫里用膳。苏培盛还未来得及遮一声，小煞子匆匆跑进来。不好了，皇上，不好了！皇上面前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皇后娘娘派人来报，博尔济吉特贵人小产了。什么？糊涂东西，什么话都敢乱说！不是奴才胡言，是景仁宫简秋姑姑亲自来说的。博尔济吉特贵人初次怀孕，虽流产，现在曾怀孕，就赐封号吉贵人。我有产给我封吉，我请问呢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吃溜溜梅。太医力保，但还是好端端的怎么会保不住？说是在翊坤宫门前和华妃起了冲突，一时疏忽竟失足。只是当时只有博尔济吉特贵人何康答应，也无旁人在。华妃人呢？说是喝了药睡下了。翊坤宫怎么说？当时奴才们都不在身边，只有华妃一人，但承乾宫的宫女都在，说是华妃。战事在即，皇帝如何能在这时伤了将帅之心？虽痛心自己的孩子，但为了朝廷，该牺牲的只能牺牲。亲贼之言，所不得说。皇上说的是，先是方贵人，再是新常在，如今又是博尔济吉特贵人。入宫不足半年，竟有3位小主轮流失足流产。住口！皇上面前岂容你乱嚼舌根？皇上恕罪，奴婢只是突然想到，觉得奇怪，一时失言，无心之失，还请皇上皇后宽恕。一句无心之言，将3桩罪孽轻易扣在华妃头上，不可证实的事却半点证据都不需要。哎呦，小主怀孕，御膳房怎么还送1米粥来？如此不小心！糊涂东西！1米性凉，孕妇不宜多食。伺候小主竟如此不用心。奴才不中用，打死便是。近身伺候的丫鬟张婢，其他人交给皇后处置。皇上圣明，只是博尔济吉特贵人初次有孕变小产，该如何向科尔沁交代？那就封为皇上恩宠自然是好，只是博尔济吉特贵人尚未诞下子嗣就进封，怕是不妥。那就让内务府拟个封号上来。是，皇上思虑周全。娘娘，皇上都快1月没来翊坤宫了，若无了恩宠，如何是好？左右来与不来，都是皇上自己的主意。那娘娘，等会儿不如让周宁海去养心殿给皇上送份点心如何？昨儿承乾宫那位才滑胎，今日去皇上跟前转悠，简直找死。去干嘛？就四大爷这一心病，过去百口莫辩吗？这与娘娘何事？本就是他冒犯娘娘，老天爷都看不下让他滑胎。他白日才与本宫起了冲突，晚上便滑胎，这一切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即使你不觉得，但皇上会这样觉得吗？皇上圣明，才不会因小人挑唆误会娘娘。再说皇上昨日去承乾宫也没来翊坤宫问罪，今早也没有呢。哥哥昨日才加封，即将奔赴青海，国事为大，孰轻孰重，皇上明白。龙毅也是国事，依奴婢看来，皇上就是全心全意爱您信任您。有主必有仆，全是恋爱脑啊！算了，不说这了。博尔济吉特氏的胎没得蹊跷，他们宫里正在换人，想办法塞人进去，特别是他那镯子。对了，还有那锦盒。是，娘娘。没多久，青海便传来消息，年羹尧首战告捷，皇帝照例赏了许多东西给华妃。能解事多，华妃玉体抱恙，未免劳碌。卓敬平从旁协助。行，本宫知道了。深得我心，正好提拔冯若章，这小胖菊总算做了好事。既然如此，奴才先告退了。午后，黄规全带着账册过来，商议年下的事情。娘娘思虑周全，将心独具，是6宫之福，圣上之福。少献殷勤，年关将至，各宫小主要顾及，宫人们也不可忘，否则来年做事必难尽心。娘娘这是哪里话？当奴才的为主上做事，没有不尽心的。行了，就从内务府开始吧。
娘娘，内务府上下3000多人，怕是太医院日夜不休，年前也看不完。阿兰想着让太医院给工人们看病抓药，相当于义诊来收买人心，就不会怕是觉得公然收买人心，让皇上太后更加警惕，只是让太医院累了点。娘娘记吧，也是我们这些做奴才的最大的恩典，奴才等不敢奢求其他。你的差事当得很好，本宫知道。谢娘娘赞赏，倒是有桩事与承乾宫有关。承乾宫的小主要封赏，内务府拟了封号上去，皇上选了个吉字，大约便是这2日的事。哼，吉，人家流产他选吉，他是红利吗？他没事吧？这么会阴阳怪气呢？照这3个屎盆子在我头上，我不得是华妃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这奴才告退。在桥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，爱如火堆温暖了心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镯子的事查得如何？回娘娘的话，那镯子从那日回去就打碎了，连着锦盒一同被简秋带了回去，如今复原后也送了回来。不过吉贵人好似也有所怀疑，请求皇恩送了名贴身丫鬟进来，据说是个医女，但没查出什么问题来。没查出问题来，看来不是镯子，是那锦盒的问题，在内殿中日月辉发，不留才怪。哼，要不怎么会是 CEO 呢？半年3单还能全身而退。娘娘，小戏台已经布置好了，您要不要瞧瞧？走吧，看看去。各宫的人都叫好了，除夕看不到的献艺，今日给看个够，替这胖菊把关。除了皇后娘娘和吉贵人没来，其余都到了。华妃娘娘万福金安，起来吧。谢华妃娘娘。今日让各位姐妹前来，便是为了不久后的除夕，后宫也该是热闹热闹了。本宫也希望各位姐妹和睦，毕竟合则两利，斗则失败，对吧？好了，各位妹妹也都准备好了吧？不如就从晚常再开始吧。请华妃娘娘恕罪，臣妾只略读诗书，并未有其他才艺，且身子不好，除夕夜宴怕是参加不了，便没有准备。没有才艺？哼，好一个没有才艺！我话都说到明面上了，所以这是不打算合作，还想着后宫依人心，真是天真。那就只能撕烂你的伞了。行吧，那便好好歇着。听闻婉常在与纯元皇后有5分相似，不知是不是因此选入宫中呢？嫔妾卑贱之躯，怎敢与纯元皇后相较？只是娘娘圣明，自然也知道听图说，不足为信的道理。虽是听闻，但也不无道理，不是吗？若是不像，又怎会有听闻一说呢？哼！哟，刚才没注意，现在倒是瞧见你身边的宫女，与你倒是像姐妹，与先皇后亦有几分相似。你说，这皇上若是见了她，会不会另眼相见呀？娘娘抬举，浣碧不过是嫔妾的贴身侍女，自幼便长在一处，故而有那么2-3分相似。2-3分相似足矣，毕竟相似也是福气，不是？娘娘说笑，只是先皇后在时，华妃娘娘好似并未进王府，又如何得知我与先皇后相似？我虽未进王府，但不还有齐妃和端妃不是？倒是巧言令色，等我把你身边的人全部挖走，看你一个人怎么翻出浪花。既然身体不适，那晚常再回去好好养病，除夕夜可别再出来，免得湿了鞋袜，受了风，病更好不了了。多谢华妃娘娘关怀，嫔妾敏感妩内。小主，华妃娘娘没欺负您吧？没有的事，今日之局倒像是要拉拢我。走吧，小主，那皇归全仗着是华妃的远亲，给咱们多少气受，依奴必看，咱们还是和翊坤宫少来往好。再说吧。娘娘，您想与婉常再交好，为何不明说？更何况她入宫以来一直病怏怏的不得宠，连宫里的奴才都看不起，娘娘怎么看中了她呢？美人谁能不爱呢？你方才说她宫里的奴才都看不起。是啊，岁玉轩的首领太监康陆海攀了丽嫔娘娘这个高枝呢。是吗？宋之，去让周宁海找时间去一趟4职库，随便找个由头把小允子的哥哥小泉子调到翊坤宫来当差。是，娘娘。今儿是家宴，不必拘束。皇兄每回都说不必拘束，可是按照规矩来啊，还是拘束。这话也就17弟会说，他最怕拘束。先敬皇兄一杯，祝皇兄万岁安康，大清国泰民安。好。祝皇上以安百亿，福寿永年。午后西北来了捷报，说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，尽获其人畜部众。怎么没见华妃？昨儿夜里太医来报，华妃身子不适，臣妾就同意她在宫里歇息了。怎么华妃的身子还没好？太医院是干什么吃的？皇上息怒，华妃娘娘入秋以来身子一直不大好，又忙于后宫事务，太医说是时气有感，不过并无大碍，请皇上放心。到底是朕忙于前朝事务，冷落了华妃，等会儿朕去瞧瞧。
皇帝的一番自责，倒显得他勤政爱民，歌舞助兴，推杯换盏，场面再次热络起来。好，沈贵人琴艺高超，曲韵端庄，新常在虽箫声不如琴，但加入更显俏皮。来人，赏。别的也就罢了，静嫔叫阵十分惊喜，寒雪梅中尽，春风柳上归，冬去春来，好意头。静嫔很好。谢皇上夸赞，没想到华妃说的竟都是真的。酒过三巡，皇帝醉眼迷离之际，瞧见桌上摆放的红梅。今晚他听了太多的梅，也见了太多梅，眼下有了醉意，故人便从记忆深处浮现到眼前，便起身去了倚梅园。据接上集，阿兰得知博尔济吉氏流产原因，不禁感叹皇后厉害，后为皇上把关夜宴表演。和甄嬛第一次正面交锋，不欢而散。阿兰和宫夜宴设计红梅连环阵，引皇上思顾去倚梅园。芝芝，去将本宫弓箭拿来，今夜让本宫玩得开心。是，娘娘，奴婢这就去取。娘娘，您喝了酒，还能拉得动弓吗？房顶都能给你掀了，还能拉不动弓？瞧不起谁都不能瞧不起你家娘娘，懂吗？奴婢知错，娘娘最厉害了。是把好弓，可惜许久未碰，技艺怕是生疏了。这可是大将军送娘娘的吉吉礼，后云弓自是极好的。娘娘虽入宫许久未碰弓箭，但娘娘入宫前常与大将军赛马打猎，自是有实力，只需练上几箭，必能与从前一样百发百中。就你嘴甜，爱哄本宫开心。周宁海说的自是实话，娘娘可是天底下最厉害的。你这小丫头，谁能比你会说？周宁海都比不过你。酒有后劲，几间过后，阿兰瞧着灯笼已经一变三，铜钱彻底消失在眼中。娘娘，奴婢瞧您已经站不稳了，咱们早歇歇息吧。胡说，本宫才没醉。娘娘，咱们还是回屋吧，天也不早了，等会儿皇上若是来见到了就不好了。是啊，娘娘，您今日这身不合规制，咱们还是早些歇息吧。别叫了，叫的本宫眼前全是娘。皇上今晚是来不了了，入了本宫的红梅连环阵，能出得来？皇上驾到。娘娘不是说皇上不来吗？皇上还不是来了？哦，看来娘娘是吃醋了呀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喝醉酒的人耳朵里好像有一层膜，别人的声音传进来，总不真切。皇上怎么会来？休想骗本宫，本宫哪有这么好骗？嘿，这灯笼怎么瞎跑呢？害我没射中。阿兰恼怒，伸手就要去拿剑，但因周宁海抱着剑筒，周宁海给皇上请安，剑筒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，他伸手捞了个空，身子歪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那是华妃。白雪翻飞，她站在光里，穿着一身红衣，白色毛绒立领，一头黑发随意披在肩头，简易的发饰衬得她明艳可爱。皇帝不由想起她刚入府时，如四月春光，明媚张扬，天不怕地不怕。皇上，朕记得你骑射技艺精湛，这说明紫禁城的风水不养人啊，好好的人才也给养废了呗。读书不多，贫嘴倒快。谁在说话？你这个站姿不对，双脚须与肩同宽。臣监。放肆！哪里来的狗奴才？不知道本宫是华妃娘娘吗？我勒个天老爷，我宋之今日就要死了吗？来人，把这个以下犯上的东西给本宫拖下去。华妃娘娘，这是皇上。皇上，就我看99变的《甄嬛传》来说，皇帝得有40-50岁的小老头了，这帅哥怎么可能是？你是皇帝，我还华妃呢？哎，不对，我就是华妃啊！你再好好瞧瞧，这是谁？谁给华妃喝了这样多的酒？宋之、迎香、周宁海三人闻言瑟瑟发抖，谁也不敢发言。是我。皇上恕罪，都是奴才的错，跟娘娘无关，请皇上宽恕我们娘娘。娘娘久不见皇上，心中甚是想念。今夜除夕，不过前饮几杯，谁知久病体弱，难胜酒力，轻易便醉了。本宫可是华妃娘娘，谁敢让本宫的丫鬟跪地的？你干嘛？快放本宫下来！本宫可是华妃，是皇帝的人。本宫看你是活腻了，敢觊觎皇帝的人，本宫要告诉皇帝，砍你狗头，诛你九族。这就是皇帝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都给朕滚出去！本宫以翊坤公主为身份命令你。华妃娘娘病着，你们怎么敢给娘娘喝这样多酒？实在是娘娘病后体弱，不胜酒力，只喝了一小杯就变成了这样。你们看，怪不得娘娘越来越醉，那小火炉上热的不是茶水，是酒水。你们这差事当得太不用心了。今夜的事还请苏公公莫要外传。这是自然，这就不必了。我是老了，但不是嫌活太就想死。苏公公，这是娘娘一早给您备下的，只是现在娘娘不太方便，还请苏公公笑纳。还好今日只你们几个，以后警醒这些。多谢苏公公提点。据接上集，阿兰醉酒在宫门外射箭，明说设计皇帝，不料皇帝前来，阿兰醉酒谩骂皇帝。哇，我的18个男模梦成真了。世兰这是醒了，酒还没醒。
这个狂徒怎么在这里？我年家要亡啊！果然是醒了，比昨晚乖巧多了。阿兰听着他这个语气，宿醉不清醒的脑子逐渐冷静下来，从未想过皇帝相貌的脑子忽然间想了起来。皇上，你真是应真。怎么，许久未见，怕了？怕？怎么不怕？怕的要死。等下年家要是没了，我更怕。皇上说笑，时辰不早了，皇上还是起床更衣去早朝吧。阿兰将脸侧过去，纵然这是一张能让人三观跟着他五官走的脸，可一想到他对华妃做的事和说的话，他便生不出一丝感觉。年节休朝3日，世兰陪朕再睡会儿。昨日的事阿兰记不清了，只是昨晚陪皇帝语的是他，可华妃本尊还会回来吗？倒不是阿兰骄矜，从传来的第一天他就已经做好准备。皇上自重，这是白日。世兰这是脱缰的小野马归栏了。脱缰的小野马，这是皇上该说的吗？真不害臊。阿兰面上绯红，眼下顾不得其他，还是脱困要紧，他以退为进。皇上别乱说，节日初一，臣妾应当给太后请安了。你还病着，请安就免了，母后自会谅解。太后体恤臣妾，臣妾更应注重孝道，臣妾不想皇上被人议论。好吧，世兰懂事，朕不能不成全，朕今晚再来陪你。节日初一，皇上更应多陪陪皇后娘娘。听说三阿哥又长高了，皇上得空也该去看看齐妃。阿兰想用皇后和三阿哥来抵挡皇帝的前来，便暗示皇帝中宫为大，子嗣为重。世兰这是想做贤妃？皇上是明君，自然要配贤妃。臣妾久病初愈，还请皇上怜惜。行吧，世兰都这样说了，朕就听世兰的。皇上驾到，华妃驾到。宫门外的妃子听到声响，齐齐行礼。待众人行礼请安起身后，阿兰才向皇后请安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行了，外头风大，你身子刚好，快进屋吧。帝妃恩爱，众人瞧得五味杂陈。片刻，太后宫中的姑姑便出来交代了几句，让众人先回去了。清粥小菜，华妃可还吃得惯吗？谢太后娘娘关怀，臣妾自病后口味清淡，日日也是这般饮食，到底小厨房差些，不及太后娘娘这里的一半。哀家瞧你确实清瘦了许多，待会哀家命人送些去你宫里。太后垂爱，臣妾不胜欣喜。华妃也是愈发懂事了，六宫和睦是皇帝的福气，大清的福气。都是皇额娘教导有方。就你们一家和气，我一个小妾在旁服侍都是开恩。从寿康宫出来后，皇帝握着阿兰的手，便要去御花园走走。皇后识趣就寻了由头离开了。今早看你宫里摆了棋盘，进来这是有雅兴，想学下棋了？等会儿去养心殿陪朕下盘棋。犄角旮旯也看得见，你鹰眼啊，不打举可惜了。皇上还是饶了臣妾吧，臣妾研究了好些天，连络子都不会。皇上不如去找德妃、静妃他们，丽嫔、曹贵人也行。朕瞧着，你似乎是在躲着朕。皇上多虑，臣妾哪会躲着皇上？自去年入秋，朕回去见你，你都睡着，可知不是在怪朕？那不是臣妾入秋便常病着，喝了药便昏昏欲睡。这是怪朕来的不是时候。差不多得了哈，这么难搪塞呢？臣妾哪敢啊！若是知道皇上要来，臣妾便是病死，也断不敢睡下的。大过年的，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臣妾知错，不说就是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太后还有事需要交代，请皇上再回去一趟。臣妾觉得身子有些冷，还请皇上允准臣妾先回宫。天寒地冻，你先回去，朕晚些再去看你。娘娘为何不等皇上？节日是大年初一，从寿康宫出来，皇帝连样子都不做，让皇后自己回去，太后不高兴呢。奴婢瞧着太后也很喜欢你呀。喜欢我和喜欢她可不一样，皇后代表的是她乌拉那拉氏，可奴婢觉着太后对您比皇后好多了。皇上还需年家，对我当然好。节儿怎么没见着苏培盛？苏公公一早帮皇上办差事去了。大年初一办差事，昨儿皇上来之前去了倚梅园过。去过，先去的倚梅园，再来的咱们宫。岁玉轩那位昨晚出门了。回娘娘的话，晚上在昨晚并未出去。没出去，那应该是做别的事吧。内务府消息快，当天黄规全便通报皇上新封了一位官女子。昨夜岁玉轩确实没人出去吗？奴才特意找人在房顶上看着，除了工人们偶尔进出，晚上在一直在正殿跟奴才们剪窗花。此时刚过便熄灯了。周宁海办事绝不会出错，甄嬛肯定没出去。可是没有甄嬛哪来的逆风如简易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据接上集，阿兰穿越以来正儿八经第一次见皇帝，却以为是狂徒闹出乌龙，后又与皇帝携手前去请安，见识太后虚情假意，以梅园于婴儿再成官女子。此次逆风如解意之人究竟是人是鬼？皇上说，昨日宿在娘娘宫里，没闻到欢宜香，想必是香用完了，便让奴才来送赏赐。宋之欢喜谢恩，不等阿兰指示，便给了小夏子赏赐。真是狠心，害死了年世兰一个孩子，
还伤了他的身子，竟还要给换一箱。听说皇上得了一位新宠，回娘娘的话是榆关女子。下去。是娘娘。娘娘息怒。宫里人人都在做戏，唯有年世兰一腔热血喂了狗。皇帝的眼里只有纯元和利用年世兰稳定年家。可怜年世兰如此爱他，还有那可怜的孩子。绵绵息怒，仔细伤了自己的身子。是啊，娘娘不过是个小小宫女承宠，碍不着您的。管他睡了谁，换一项名贵。以后皇上若来，便点在内殿，你们不许去里头伺候。医者自难医，阿兰没办法给自己下真温宫，全靠药物调理。眼瞧着有点起色，换一箱便送来了。娘娘若不喜那乖女子，奴婢让人。她现在是皇上的人，你杀了她是怕皇上没理由处置咱们年家吗？娘娘您放心，奴才手脚干净，绝不会留下任何线索。再者，大将军在前方浴血奋战，皇上又如此宠爱您，不过是个宫女，皇上就算知道了，也不会对咱们年家如何。皇上若秋后算账，你这是给他地道。皇上本就忌惮年家，若后无需年家，年家将死无葬身之地。阿兰的话直击周宁海的心里，可这口气周宁海实在无法忍受。奴才乔令娘娘自打入秋后病了，性子也软弱了不少，可咱们连府大小姐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？周宁海，奴才知错，只是奴才心疼娘娘，若娘娘觉得奴才有错，惩罚便是。算了，此事就算要动手，也不该咱们动手。哼，就皇后喜欢给送胎是吧？送个人给你玩玩。次日，皇帝一早便来了翊坤宫，本想教阿兰下棋，却见阿兰又在院中射箭。病还未好，仙儿怎么又站在风口？回头吃药苦，可不许跟正苦。臣妾叩见皇上，臣妾哪有这么娇气？少这样量，你们是怎么当差的？臣妾这是做错了什么？让皇上一早来拿臣妾宫里的人来撒气。世兰这话便是还在同朕置气。皇上多虑。行了，你们都起来吧，你这力气不对，朕教你。是，臣妾愚昧，不会弹起唱曲哄皇上开心，连拿手的箭也射不好。满宫属你最小气。年世兰爱他，可阿兰不爱他。但面对君王，即使是宠妃，也应适可而止。皇上除夕也是这般占世兰便宜的吧？世兰觉得朕是在占便宜，不是吗？如何？臣妾的箭术是不是能追上皇上了？是，和宫里没有比世兰更厉害的了。走吧，回屋。不是说不会下棋，朕教你。Strong 哥，也就在我这小白面前找存在感。臣妾今日不想下棋，只想射箭。等臣妾什么时候射中，什么时候进屋。那世兰岂不是要站在这风雪天一辈子？是吗？那皇上敢与臣妾赌一赌吗？世兰是要同朕比射箭？皇上这是在取笑臣妾。皇上95之尊，臣妾哪敢同皇上比，又哪里比得上？臣妾不过是想跟自己比罢了。哦，世兰想怎么比？若臣妾有朝一日能够于100步之外射中铜钱方孔，皇上可许臣妾一个愿望。常言伴君如伴虎，皇帝果然是喜怒无常。方才还笑逐颜开的皇帝，现下敛了眼底的笑意。臣妾保证，这个愿望只跟臣妾和皇上有关。既然与朕相关，说来听听。臣妾不是怕皇上有了新妹妹忘了世兰吗？所以想求皇上一个信物。只是一个信物？是。多谢皇上。只一声谢就完了？那臣妾陪皇上下棋。哼，朕倒是看明白了，世兰的剑术不行，算盘倒是打得不错，诓了朕的玉扳指，还想诓朕教你下棋。那皇上不愿教世兰吗？哼，世兰都开口了，朕怎会不愿？走吧，回屋，外面风大。娘娘，皇上今晚宿在了翊坤宫。华妃病了小半年，皇上一直挂念，不能侍寝，还常去探望。更何况今日，若不是太后，只怕昨日皇上就要留宿翊坤宫。听说皇上一早就进了翊坤宫，还手把手教华妃射箭，后又陪华妃在翊坤宫下了一整天棋。射箭也就罢了，华妃何时会下棋了？她求着皇上教她，皇上自然不会拒绝。哼，将门之女，难为她肯学。为讨好皇上，她什么不肯？如今新人入宫，莺莺燕燕，华妃也很有危机。昨日还因为钟粹宫那位大发脾气呢。不过一个新宠就让她大发脾气？是呢，华妃不过是久病方愈，年羹尧前方告诫皇上不能不宠这些华妃。哼，世上哪有样样事情都叫人顺心遂意呢？据接上集，阿兰为年世兰打抱不平，宋之和周宁海欲动手，被阿兰呵斥。后皇上前来翊坤宫，阿兰趁机索要信物，而皇后背后议论嘲笑阿兰。是啊是啊，我也觉得是这样，何事如此开心呢？回娘娘的话，听说那于答应因为在太后跟前唱了首《咏团圆》，哄得太后皇上开心，赐了她一称号叫妙音娘子呢。于答应升得倒快，不过又不是本宫受封，怎么这么开心？因为妙音娘子只能是妙音娘子，一个哄人开心的存在。这丫头吟什么呢？咋听不懂？对了，娘娘那妙音娘子正往咱们宫里来了。快，去把宫门关了，莫让人瞧见本宫装病。娘娘，这都快15了，您一回都没见着皇上，皇上见着本宫不就行了？可是初2那日您和皇上有说有笑的，怎么后面皇上来，您又避着不见了？那不是本宫喝了药睡着了？可是
是皇上来的时机不对，常氏娘娘睡下才来。这倒成皇上的不是了。嘿，这可不是我说的哈。说这些做什么？瞧瞧本宫这手艺如何？娘娘的手艺自是好的，不过娘娘如此喜欢小孩，何不自己生一个，也有了保障不是？要是皇上来生，我也乐意出那份力。嗨呀，你别垮着这张小脸，要保持心情愉悦。这些时日的药可都吃了。回娘娘的话，都吃了。这倒是乖乖听话了。娘娘的话，银香都记着呢。前来翊坤宫的余莺儿吃了闭门羹，转头便去了景仁宫。而刚出景仁宫的沈眉庄刚进翊坤宫，阿兰便察觉不对，参见华妃娘娘。华妃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，坐那。谢华妃娘娘。哼，你这丫鬟似乎不太高兴，莫非对本宫有何不满？阿兰此话一出，沈眉庄和彩月一瞬变了脸色，生怕说错话。娘娘恕罪，彩月仅是身体不适，并无对娘娘不满的意思。华妃娘娘恕罪，奴婢并无对娘娘不满，奴婢只是为我家小主不平。不平？彩月，莫要胡说，无妨说来听听。我家小主刚从景仁宫出来，便遇到来景仁宫的于答应。可这于答应见到我家小主，未从轿辇上下来请安就算了，还让我家小主给他让位。哼，宫里的路不好走，有这轿辇能走好，可本宫瞧着他好似走不远。沈贵人觉得呢？阿兰此话便是暗示沈眉庄，余莺儿虽有皇上恩宠，可在宫里如此盛气凌人，没过多久便会得罪人而断路。沈眉庄也是聪明人，一听便懂，也知道阿兰在点他，莫要将小心思放在他身上。娘娘教导的是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谢华妃娘娘。今日怎么这样早从景仁宫出来了？回娘娘的话，皇上去了皇后娘娘宫里，嫔妾不便久留便离开了。皇后肯教你，你悟性也高，以后不必时时向本宫禀告。嫔妾谨遵教诲，无事就回去吧。嫔妾有一事不明，想请娘娘指点一二。说吧。静嫔娘娘说，嫔妾受宠是娘娘的功劳。你家世好，品貌端正，皇上喜欢有才学的女子，选你很正常。可满蒙地位高于汉人，若非有娘娘，嫔妾怎么会有这头一份的恩宠？沈眉庄相信皇后贤惠，但不信皇后会准许汉人越过满人的风头。再者，娘娘怎么知嫔妾有才学？外祖是清河崔氏，父亲是冀州协领，一个高门官宦女子，怎可能只读过女德和女训？无论如何，嫔妾感激娘娘相助。果然多做好事有好报。沈眉庄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既然念了恩，早晚是我的人。加上冯若章，团队也在慢慢壮大。沈贵人可知什么人会背叛你吗？嫔妾不懂，做不过是与自己为敌的人。敌人怎么会有机会背叛你呢？聪明人一点即通，沈眉庄立刻明白，敌人永远不会背叛自己，能背叛自己的只有朋友。华妃是何意？怎么会突然说起这个？难不成想挑唆自己与环儿？宫里水深，人鬼难辨。阿兰想用这句话在沈眉庄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，毕竟不解释便模糊不清，模糊不清才会指向每个可疑而具体的人。前几日花房送来2盆玉台金盏，本宫知你喜爱菊花，便不赏你了。待会回去带1盆给静嫔，叫她不必来谢恩。那嫔妾先替静嫔娘娘谢恩。玉台金盏花叶有毒，若是误服之夜，一发寒发冷，让静嫔莫要将茶水饮食放在花下，最好也不要放在内殿。娘娘考虑周全，嫔妾一定牢记。本宫记得去年入宫的新人中，似乎只有安答应还未被翻牌子。是娘娘。后宫之中，才高捧低的是常有。本宫若出手，反让他成为众矢之的。你既与他交好，自然也要多照顾些。娘娘有心，嫔妾自当谨记。若没别的事，就下去吧，本宫也乏了。是娘娘，嫔妾就先走了。续接上集，雪中主仆3人聊到升职加薪的妙音娘子，并让其吃闭门羹，只为不暴露装病。后沈眉庄前来翊坤宫禀报事务时，阿兰的有意提醒，让其沈眉庄怀疑和思考。参见梅姐姐，姐姐近来忙碌，妹妹不敢叨扰，便独自去找婉姐姐。不妨，玲珑有心了。姐姐，这是玉台金盏吧？我原想花期已至，想去花房拿几盆，但去几次，他们都说没有。是我原也不喜欢这些，只是华妃娘娘赏赐，不得不收。我眼中名贵而不可得的东西，旁人却可轻易拿来赏赐，偏偏受赏之人还不喜欢，原是我不配。前面便是延禧宫，姐姐现在若是不忙，不如去妹妹那里坐坐。妹妹盛邀，我怎能拒绝？正好我口渴了，就向妹妹讨口茶喝。两人说罢，便携手去了延禧宫。刚进宫中，便见桌上摆了许多玉台金盏。恭喜小主，贺喜小主，进士房传来旨意，今夜有小主侍寝。你说什么？今儿是小主的好日子，小主今日要是请了，花房也送来了小主喜爱的玉台金盏。恭喜妹妹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沈眉庄见端来的茶水和桌上的玉台金盏，便想起华妃说的话：玉台金盏有毒，妹妹可莫要将吃食同这花放在一起，免得坏了好事。什么？这花？姐姐是说这花有毒？是呀，不过倒也不是什么要命的毒物，只是误时会叫人颤抖不已。妹妹莫怕，咱们小心即可。谢谢姐姐提醒，不然今夜玲珑怕是要出错。
喂，待会儿进士房会来，我也不便久留，改日我再来妹妹宫中。好，姐姐路上小心。回咸福宫以后，沈眉庄直接去了主殿，将今日之事全部告诉静嫔。华妃才说启安答应未成宠，翻牌子的消息便传来，所以玉台金盏倒像是为了传话给玲珑，可华妃娘娘又怎知花房会给玲珑送玉台金盏呢？莫非有人故意要害玲珑？是皇后。自王府，皇后娘娘便十分贤惠，她怎会害安答应呢？可能够左右皇上翻牌子，且指定花房送花的，便只有皇后和华妃。可若是华妃，她又何必暗示我替安妹妹解围？你又怎知这不是华妃意图拉拢你和安答应的手段呢？静嫔的话不无道理，但沈眉庄直觉这是与华妃无关，又不知如何反驳。娘娘不是也愿意帮助华妃吗？我帮她是不得不帮，我仅是皇上扶持制衡华妃的棋子，我的存在全看华妃而已。静嫔的话似说出全部，但沈眉庄一个新人怎知帝王心思，王府恩怨？娘娘的意思是华妃并不可信？不是不可信，是人与人之间并不是非黑即白。我是提醒你，凡事不可全抛一片心，宫里更是。娘娘这话倒与华妃说的异曲同工。这话让冯若昭陷入沉思，她好似在华妃身上看到了一丝真心。大半夜怎会有人在唱曲？听说安答应身子不适，侍奉不了，皇上又召幸了妙音娘子。身子不适，该提醒的都提醒了，怎么还完璧归赵？沈眉庄与安陵容尚未交恶，也应该转告安陵容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翌日，于莺儿从养心殿出来，直接去景仁宫谢恩。皇后还真是器重于答应，给了不少赏赐呢。哼，一个看重出身的人，怎么会器重他？不过是皇上喜欢，顺水推舟，博个贤名罢了。也是，本来和我们一样是奴才，摇身一变成了主子，还如此嚣张，招了不少怨恨。娘娘不理他也好。什么奴才主子，一无家世，二无才学，皇上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换换口味，图个新鲜而已。后宫的女人说白了都是皇上的人，人人都有攀龙附凤的心。于莺儿从宫女一夜跃成主子，只怕宫女们个个艳羡。你俩一个从小跟在我身边，一个伺候我多年，都是我的心腹。实话说，我不觉得皇上是个好归宿。娘娘误会，奴婢断没有这样的想法。别怕，本宫只是想着到了年龄，让母亲为你们物色两门亲事，或者你们自己有相中的人也好，寻个机会嫁出去，总好过在深宫大院里耗费时光。阿兰想着，落后的事不能改变，年家一样会倒台，翊坤宫的宫人一律杖毙，索性早早将这些忠心的人送出去。娘娘，是奴婢做错了什么？娘娘这是要赶奴婢走吗？是啊，娘娘，奴婢不想嫁人，奴婢就想在宫里当个老姑姑，一辈子守着娘娘。奴婢从小跟在娘娘身边，从未离开，家人早就没了。说句僭越的话，娘娘就是奴婢唯一的家人，奴婢不敢肖想其他，更不想离开娘娘。你们可知，若本宫有朝一日失势，定会连累你们的。奴婢不怕，娘娘得势，我们也猖狂。若真有一日虎落平阳，我们便也守着娘娘。本宫从前竟不知你这般能说。那不是娘娘聪慧，奴婢跟着娘娘久了，也聪慧了许多。好了，说点别的事。宋之告诉进士房的人，夏常在近日身体不适，不宜侍奉圣驾。奴婢明白，这就让进士房将夏氏绿头牌撤下。你要实名制啊！进士房近日差事办得好，皇上很满意，夏氏的牌子自然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。可是娘娘，别急嘛，上元节安排妙音娘子唱一出她擅长的《游园惊梦》，给大家助助兴。是娘娘。上元节次日，因进士房忘将夏氏牌子取下，皇上翻了夏氏牌子后，只能将夏氏换成于氏。也因是徐敬良这样的总管，一时疏忽，无人敢乱传，所以夏氏所能知道的，便是于氏抢了自己应有的恩宠。娘娘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！娘娘，娘娘，你这丫头毛毛躁躁的，等下摔倒了。嘿嘿，娘娘你是不知道，我刚刚在长街看了一出好戏呢。说来听听。那夏常在和于答应在那长街，你扯我衣裳，我拽你头发，嘴里还骂着不堪入耳的话。娘娘您是没瞧见那场面，形同市井丰富，连侍卫都拉不开呢。得亏简秋在，否则不知要闹成什么样。简秋怎么会在？似乎是去内务府拿份例，还跟碎玉轩的宫女有说有笑的呢。碎玉轩宫女似乎是叫浣碧和婉常在相似的宫女。浣碧和简秋走得很近，难道皇后发现浣碧和甄嬛相似，要背着甄嬛拉拢了？去打听打听，看有没有听到这两人说过什么。宫里的人无不是顺风耳千里眼的，前天宫里发生的事，第二天都可以说得有声有色的，好似本人就在。娘娘他们应该是碰巧遇上的吧？从前从未见景仁宫和碎玉轩走得近呢。但愿吧。娘娘如今协理六宫，此事闹这样大，不会影响到娘娘吧？都怪这两人。协理六宫又不是主管六宫，最终也是皇后做主。况且宫里谁不知道夏氏和于氏跟皇后走得近，皇后现在应该头风又要发作了吧？谁让那两人实在愚蠢，当街对骂。宋之，找人盯着点，
可别让景仁宫对咱们使什么绊子。是娘娘，奴婢一定叫下头盯紧了。不过娘娘，简秋发现的早，怕是会让皇后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哼，那就添把火，把消息放给启祥宫。是娘娘。翌日，景仁宫皇后还在梳洗，妃嫔们等候时，丽嫔便将昨日阿兰放出的消息说出。八卦总是具有魔力，即使立场不同，也能让人成为姐妹。这三言两语的，便将那日的事情拼凑了出来。哇，真的，这两人真有胆啊！当街对骂。对呀，还扯头发衣裳呢。一个宫女出身，一个不知礼数的新人，两个人都不讨喜，偏偏还受宠呢。好了，别再聊了。皇后娘娘估摸也快好了，这事我会禀告皇后娘娘，相信皇后娘娘会好好处置他们两人的。见过各位娘娘，小主，还请各位娘娘、小主进来请安。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金安，金安。起来吧，皇后娘娘，臣妾有一事要说。何事？启禀娘娘，昨日长街那夏氏和于世敬当街就打起来，还口无遮拦的，对吗？还望娘娘处置。皇后不是不知这桩事，只是这事不好管，罚轻了难以服众，中宫威严有失，罚重了内部不稳，日后谁还敢效忠皇后？皇后娘娘向来心软，不如将此事交给华妃娘娘处置，也省得处罚不公，六宫效仿，传出去惹人笑话呢。说到底，皇后才是六宫之主，身为小主如此不成体统，也在中宫威慑不够。此事若不交给皇后娘娘秉公严惩，往后六宫岂不是成了华妃的天下？前半句得罪皇后，后半句拉踩华妃，放眼整个后宫，也只有新常在敢如此大胆。话说到此，皇后便是不想管，也不得不管了。新人难免有不周之处，可谁让皇上喜欢呢？不过众位妹妹不必担心，此事本宫查明之后自然会处置。查明之后，臣妾愚笨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若是景仁宫的奴才不得力，岂不是等不到结果？皇后娘娘怕不是想拖延时日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吧？丽嫔说话也要注意分寸，这可是皇后娘娘，藐视中宫可是大罪。更何况此事若不查明如何处置，相信皇后娘娘心中必然早有决断，你着什么急？我怎么不知道我早有决断？这齐妃到底是谁的人？好了，常在下士答应于是，长街闹事搅得后宫不宁，本该降位受刑，念及初犯，这罚俸半年，小惩大戒。虽说两人不中用，可到底是皇后的人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华妃在背后来这么一招，逼迫皇后对自己人动手，属实让皇后不痛快。此事到此为止，诸位姐妹当应引以为戒，谨守本分。若再有类似事件发生，本宫定将其发落去慎刑司，严惩不贷。臣妾等谨遵皇后娘娘教诲。本宫罚了，都跪蛋吧。是皇后娘娘。哼，这华妃倒是长进了，让本宫对付自己人。好事心急，昨日见宋之急忙回去，原以为依照华妃娘娘的性子会处置他俩。我原也这样以为，到时我再出面折中处理，却没想到这翊坤宫没有动静。今日给我这一招，看来日后还是小心为好。是娘娘，奴婢知道了。娘娘是不知，皇后生了好大的气，好像犯错的是我们似的。处罚不公不说，还不许我们议论此事。哼，不许众人议论，是怕太后知晓，她也免不了一顿罚。还不是娘娘不在，若娘娘在，皇后哪敢这样处置？别这样说，毕竟她是皇后。皇后娘娘这是怕无以废然，不好跟太后交代。是啊，许久没见曹贵人，瞧这气色好了不少，鬓边描金宝石钗子不错啊。娘娘息怒，今日嫔妾出门急，殷秀便随手拿了只簪子，嫔妾也未曾注意。娘娘不说，臣妾还没注意。曹贵人从前最是朴素，最近倒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昨日那对玉珠耳坠是不错。女为悦己者容吗？眼看便是春日了，打扮的俏丽些，皇上见了才会喜欢是吧？嫔妾不敢。行了，你也是本宫的人，戴那些不值钱的描金首饰，没得叫人以为本宫苛待了你。宋之，将本宫的赤金如意和簪拿来，赏给曹贵人，还有拿羊脂玉镯子赏给丽嫔。嫔妾有罪，嫔妾考虑不周，还请娘娘息怒。哇，娘娘这是皇上赏赐的吧？玉色通透，触手生温，也就娘娘这里有着好东西了。还是丽嫔有眼力，收下吧。本宫久病，难为你们还肯对本宫忠心。谢娘娘赏赐，多谢娘娘赏赐。好了，都下去吧，本宫罚了。是娘娘，臣妾先告退。